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在北上的形象撞脸食神火鸡姐，模仿赵丽颖失败。最近，白鹿主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《北上》，该剧讲述了一群草根青年北上创业的故事。这是白鹿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尝试，因为她此前的演艺重心一直集中在古装偶像剧领域。众所周知，白鹿凭借多部古偶剧走红，并且在该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在古装剧中的收视率逐渐下滑。如果她一直沉浸在古偶剧的舒适圈内而不寻求突破，最终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。因此，他选择接演现代创业题材的北上，希望借此实现成功转型。白鹿一直以来都以清新甜美的形象示人，在古装剧中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，例如周生如故、长月烬明等。然而，古偶剧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，新生代演员不断涌现，观众的审美也在变化。白鹿作为一名年轻演员，必须不断寻求新的突破，否则很难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立足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北上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尝试。这部剧不仅在题材上与他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，而且他在剧中的形象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。以往的他总是饰演精致美丽的古装少女，而在北上中，她饰演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普通女孩。为了更加贴近角色，她不仅让自己变得黝黑粗糙，牙齿也被化妆成发黄发黑的状态，还戴上了牙套，整个造型十分接地气。然而，这样的形象一出，许多观众立刻联想到周星驰电影《食神》中的火鸡姐，甚至有人调侃她像是火鸡姐的年轻版。提到女演员的转型，不得不提赵丽颖。赵丽颖在《花千骨》之后迅速爆红，但随着婚姻和生子的影响，她的古偶剧影响力逐渐减弱。例如，她主演的《有匪》就遭遇了口碑和收视的双重下滑，许多观众表示她的眼神已经没有了曾经的灵气。然而，赵丽颖果断做出了转型的决定，接连出演了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。她在这两部剧中的表现广受好评，凭借扎实的演技成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，也让她在现代剧领域站稳了脚跟。白鹿的北上看起来似乎也在模仿赵丽颖的转型之路。她不仅选择了一部创业励志剧作为突破口，而且在剧中刻意展现自己接地气的一面。然而，从观众的反馈来看，白鹿的这次尝试似乎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。北上的故事围绕一群草根青年的创业经历展开，剧中涉及了创业的艰辛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等现实元素。剧中的一些配角，例如资深戏骨们的表现，的确让人眼前一亮，他们赋予了角色更多的层次感，使整部剧显得更加真实。然而，白鹿和欧豪这两位主演的表现却让人颇为失望。首先是剧情设定的问题，白鹿饰演的女主角与欧豪饰演的男主角在剧中显得过于理想化，创业过程被刻画得过于简单，缺乏现实感。例如，剧中高中没毕业的男主角竟然能够在课堂上教导老师如何赚钱、如何创业，这样的情节让人不禁感到荒诞。甚至有观众调侃，除非男主角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，否则这样的剧情真的不太现实。其次是演员的表演问题，白鹿在剧中虽然试图突破自己的形象，但她的表演方式仍然带有明显的偶像剧痕迹，缺乏一种真正的生活感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中能够完全抛弃偶像剧的表演模式，真正进入角色，而白鹿似乎还无法完全摆脱过往的表演习惯。她的表演显得有些刻意，反而让观众产生了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。
白鹿的这次转型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剧本质量问题。一部成功的转型之作，必须有扎实的剧本作为支撑。然而，北上的剧情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，导致观众无法产生共鸣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的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都有强有力的剧本作为支撑，因此她的转型显得更加自然和顺利。二、表演方式的局限性。白鹿的表演仍然带有偶像剧的风格，未能真正融入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，这导致观众难以信服她在剧中的角色，进而影响了她的整体表现。三、观众对她的刻板印象。白鹿长期以来以古偶剧女神的形象示人，观众已经习惯了她在古装剧中的样子。当她突然出现在现代创业题材的剧集中，并且形象大变，观众一时难以接受，这也是导致她转型受挫的重要因素。尽管北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但白鹿的转型尝试仍然值得肯定。对于一个长期活跃在古偶剧领域的演员来说，突破自我并非易事，而白鹿至少迈出了第一步。未来，如果他希望真正实现转型，可能需要更加慎重地选择剧本，同时在表演上做出更深入的调整。此外，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赵丽颖的成功也不是一部剧就能完成的。白鹿可以参考赵丽颖的经历，多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逐步积累经验和观众认可度。只有当她能够真正摆脱偶像剧的表演模式，深入理解现实题材的角色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型。总的来说，白鹿的北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，她的转型之路仍然充满挑战。然而，只要她能够不断学习和进步，未来仍然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戏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